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在我们湘西这边，人鬼同屋的房子挺多的。现在有的房子，年长的老人过世了之后，剩下了子女，住着这样的房子，它是显得可怕，不敢居住的。今天我带大家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，独门独院，距离邻居少说都有1000米左右，旁边都没有住户，房子的周边都是坟墓。房子好好的，父母过世了之后，儿女都不敢在这边居住了。房子现在是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。看，我们寨子旁边到处都是这样的坟墓。房子呢，就在我手指的方向，从这边走过去将近有差不多100米左右，就是那栋独门独院的房子，是一座木房子。房子的周边很多座坟墓，房子门口还有个鱼塘。按理来说，这样的环境是非常好的，青山绿水，视野也特别不错。这样的房子，就是因为旁边的坟墓太多，儿女都不敢在这边住。沿着这条小路，我们走下去带大家看一下。其实那边是有一条这个毛坯路，可以走到房子跟前的，但是我们走近路，从这边有条小路走过去。在来的路上，也就是在田埂上，犁田跑出来一条小鲫鱼，在那边晒着太阳了，没有水了，现在把捡过来放到鱼塘里面去。其实在农村的生活成本挺低的，一栋小小的房子，一个很宽的院坝，旁边有些土地，种上几亩稻田，再种上几亩土地，种点瓜果蔬菜，一年的生活成本可能也就几千块钱。现在地里面忙着播种玉米。你贝贝，做白骨哦，这边的土地去年是种过烟叶的，今年不用翻耕，把草除了，把它挖出来，种点玉米，今年的收成肯定是个大丰收。房子就在前方了，这栋房子通了一条毛坯路，车子呢好像很难开得进来。房子距离鱼塘接近有30米左右，可以看到这个小鱼塘那边还有个棚子，平时可能养些鸡鸭之类的，养在这个鱼塘的岸边。那一片就是稻田了，接近有2-3亩左右。这旁边还有没有开垦出来的稻田，也有很多，现在都荒着，没人住了，没人种了。这栋房子的不远处，我手指的方向那边就有10多座坟墓，直线距离房子也就不到30米左右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进深将近有9米左右。旁边这一块是用泥巴加上牛粪敷在上面的，里面呢是用小竹子编织的。在我们湘西苗族这边，以前木房子大概的建造风格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当时房子建的比较早，条件呢都比较差，所以呢只能就地取材，从山里面呢砍一些竹子，弄一些牛粪泥巴过来敷上房子，不让漏风就行了。整个院好多年没有住人了，所以呢没有做硬化，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这边都是一些石头山，这里水资源特别的丰富，山泉水直接到家了。然后房子周边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，那边呢有李子树，这个呢应该是花椒树，这边有棵黄杨。小溪呢从门前流过，常年不干，流着水的。整个院坝大概宽有100多个平方，主要是院坝以外，这个土地实在太宽了，在这边搞点种养结合，真的非常不错。主人家也说了，这栋房子现在确实不敢住了。以前他们小的时候在这边一家人住着挺开心的，也挺热闹的。独门独院嘛，又没人过来打扰，一家人呢自己自乐。
你看这个门前的小溪水一直这样子流着，在这里用点水泥砂浆修了一个池子，平时在这里洗漱衣服。小溪的水呢都是顺着上方流下来的。现在房子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老父母过世了之后，然后自己的子女呢又出去工作，然后又出去上学了，剩下这对夫妻呢确实不敢在这边居住。他们说房子的周边都是坟墓，看我手指的方向，那边就有座坟墓，距离房子呢也就10来米，那应该是2座坟墓，上方呢还有7、8座坟墓，都在这一片。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个风水宝地还是什么的，怎么这么多坟墓呢？其实啊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最怕的他们说啊是在房子这个旁边，距离房子大家也看一下，大概也就4到5米左右，这边呢就有座坟墓，而且是怎么说呢？刚埋葬没有多久的，去年才埋的。然后这座坟墓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已经打了碑，上面呢还用一块这个领子支撑着，这块碑呢应该立的还没有多久。整个这边啊，如果是有邻居多，可能大家一起住在这边，不会显得那么可怕。但是说独门独院的，没有邻居，到了晚上，你想着旁边有这样的一座坟墓，很多人确实都不敢在这边居住。这座坟墓修的还挺气派的，也挺好的，感觉比这栋房子看起来崭新得多，房子显得特别的陈旧。其实这边呢不是他们家的地了，他也管不上。如果是他们家的，他不可能让别人在这边埋葬坟墓的。所以说，农村这样的现象很多。有的时候你建房子在这边，别人就在旁边埋葬坟墓，你也说不上，因为土地不是你们家的，是别人家的土地，别人愿意怎么埋就怎么埋。这边是刚刚才烧过礼炮，说明这座坟墓呢才建的没多久，可能也就去年的时间吧，年前左右吧。其实这栋房子的原主人是老两口，然后生了一个女儿，女儿呢家在另外一个乡镇，距离这栋房子呢接近有20多公里。因为是女儿远嫁嘛，所以这栋房子呢，就说老两口过世了之后，女儿也不回来。实际上，这个乡镇呢，距离高铁站和机场都很近，大概也就5、6公里。按道理来说，这边的发展肯定比他那个乡镇要好得多。但是女儿也说了，就是因为自己嫁出去了，然后再回来的话也回不来，房子旁边到处都是坟墓，自己也不敢住。你看，当时这边立碑埋葬坟墓的时候，挖机是直接从这边修了一条路进来，其实也不和他们家说什么，就直接这样子开通了路，因为这边的土地也是别人家的。其实，在农村啊，这样的例子特别的多，邻里之间一点小小的关系没有处理好，就可能变成很大的矛盾了。现在我们就近距离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房子呢是3开间的木房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都是卧室，老式的建筑结构。将近这栋房子建造的时间有4到50年左右了。然后房子房前屋后都是溪水，包括这个阳沟的位置，常年呢都流着溪水。这边用水确实太方便了。这栋房子呢，基本上建好了之后啊，没有过多的装修，然后主人家呢，生活在这边，当时的条件呢也是挺艰苦的，一家人在这里就种点稻田，种点玉米，基本上没有过多的一个经济收入。小孩子在外地读书也挺不容易的，所以房子建造好了之后就没有过多的打理，一家人呢就是这样子普普通通的生活。这也是我们湘西苗族这边比较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了。因为整个以前湘西这边啊，交通是非常闭塞的，很多大山里面的东西卖不出去，远处的地方又买不过来，
只能靠着自己自己动手去种，自己靠着自己。这栋房子呢，现在是大门紧闭，我们也是没办法进去的，只能透过窗户大概看一下里面的情况。可以看到里面的光线也是特别的暗的，像这样的房子稍加的打理一下，把整个墙板打磨上油漆，窗户开大一点，这样的房子居住起来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边就是卧室的位置了，有个床，还有蚊帐，有些简单的生活物品。平时女儿还是会回来的，但是晚上是不敢在这边居住的。如果这栋房子打上一个围墙，把坟墓排除在外，可能会好一些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现在我们还是环视一下四周，给大家看一下周边的环境。真的是青山绿水，视野特别的开阔，流水潺潺。想想这边的环境真的是太吸引人了。如果这栋房子送给你，不要租金，你敢在这边居住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